2026世界杯正式開踢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正把目光投向北美洲，有人熬夜看球，有人和朋友一起聚在酒吧吶喊，也有人期待自己支持的国家能夠一路闖進決賽。但如果把目光拉遠一點，你會發現，這屆世界杯最特別的地方，其實不只是足球，而是它正在改寫世界杯近100年的歷史。因為這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屆世界杯，參賽隊伍最多，比賽場次最多，主辦國數量也是史上首次。那麼問題來了，這次世界杯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為什麼許多人認為它可能成為改變足球未來的一屆世界杯？故事要從近100年前開始說起。1930年，第一屆世界杯在烏拉圭舉行，當時只有13支球隊參賽，沒有全球同步直播，沒有社群媒體，更沒有數十億觀眾同時關注。那時候的世界杯更像是一場國際足球聚會，但沒有人想到，這項賽事後來會成為全世界最受瞩目的体育盛事之一。隨着足球不断普及，世界杯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從13隊增加到16隊，再增加到24队，到了1998年，正式擴编為32队，而這個制度一直沿用到2022年卡達世界杯。然而到了2026年，世界杯迎来了近年來最大的变革，參賽隊伍從32隊一口氣增加到48隊。這不只是多了16支球隊而已，而是讓世界杯真正变得更加全球化。過去很多國家明明實力不差，卻總是在資格賽最後功虧一簣。如今他們終於有機會站上世界杯舞台，尤其對亞洲、非洲以及中北美洲國家來說，這次擴編意義重大，因為世界杯不再只是少數足球強权的專屬舞台，而是讓更多國家有機會參與，有機會創造奇蹟，有機會改寫自己的足球歷史。而48队只是第一個改变，第二個改变更加驚人，那就是比賽場次。2022年卡達世界杯有64場比賽，而2026世界杯將增加到104場，整整多出了40场。這代表什麼？代表球迷將看到更多精彩對決，更多冷門爆冷，更多黑馬傳奇，更多讓人熱血沸騰的時刻。而對主辦城市來說，這也意味着更多觀光收入，更多國際曝光，以及更龐大的商機。說到主辦城市，這次世界杯還創下另一項紀錄，那就是首次由3個國家共同主辦：美國、加拿大、墨西哥。雖然過去也有聯合主辦案例，但從未像這次一樣由3個國家共同承辦。從墨西哥城到紐約，再到多倫多，比賽橫跨整個北美洲，球迷們甚至可能在幾天內穿越不同國家追賽，讓整屆世界杯變成一場橫跨大陸的超級嘉年華。而在3個主辦國之中，最受關注的無疑是美国，因為長期以來，很多人都有同樣的疑問：美國人真的喜歡足球嗎？畢竟在美國，最熱門的運動一直是美式足球、籃球與棒球，足球始終不是主角。但這幾年，情況正在快速改變，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接觸足球。美國職業足球聯盟持續成，國際巨星紛紛加盟北美球隊，再加上世界杯的到來，足球在美國的影響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而對國際足总來說，
這其實是一場更大的布局，因為如果能成功打開北美市场，世界杯的商業價值将再度提升。事實上，今天的世界杯早已不只是足球，它同时也是一门超級生意。轉播權、廣告贊助、觀光旅遊、周邊商品，每一項背後都是驚人的商業價值。許多主辦城市爭取世界杯，不只是為了足球，更是希望借由全球關注，帶動經濟發展與城市形象。但即使商業規模再大，真正讓全世界數十億觀眾為之瘋狂的，依然是球場上的故事。因為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從來不是獎杯本身，而是那些無法預測的瞬間。可能是一支從未被看好的球隊擊敗世界強權，可能是一名默默無聞的年輕球員一戰成名，也可能是一顆改變國家命運的進球。這些故事讓世界杯超越了一場運動比賽，成為全世界共同的記憶。而2026年，這樣的故事將比以往更多，因為48支球隊、104場比賽、3個主辦國，都意味着更多可能性、更多驚喜，以及更多等待被寫下的歷史。從1930年的13支球隊，到今天的48支球队，世界杯走過近100年，也見證了足球如何從一項運動成長為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文化現象之一。而現在，史上最大規模的世界杯已經正式展開。未來1個月，新的傳奇即將誕生，新的黑馬即將出現，新的歷史也將被寫下。至於最後，誰能捧起那座象徵足球最高榮耀的冠軍獎杯，答案很快就會揭曉，而全世界的目光都將再次聚焦在同一顆足球之上。2026，史上最大的世界杯已經開始。